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那这个影片主要是来分享关于我从 HA 就是失去月经之后恢复，然后目前觉得生活习惯上面最大的5个改变。那会想分享这支影片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，很多人还是受大一科就是减肥文化的影响，然后自己是很不希望看到这样子，因为我是当时也是因为受到减肥文化的影响，才会导致 HA 就是失去月经，那大约12年才终于把月经找回来。这个影片也算是 All In 的延伸，就是其实这些观念都是我有应用在 All In 里面的。那如果你不知道 All In 是什么，它主要就是一个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，然后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框，因为还蛮多的，就是可以看我先前的影片分享。那这个影片主要是我自己发现我在这些习惯帮助我很大，那我也希望也帮助到你们。然后我有把那个笔记写在我的手机上，打在我的手机上的，所以我可能会不时低头的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第一个，我觉得是我在一开始没有很特别注意到，但是后来才发现说，就是影响我还蛮大的这样子。第一个就是我不再去看，就是别人很详细记录他们的一天的饮食。一些食谱的 ideas， 我觉得那是很 OK 的，就是有时候我也会看，主要是希望得到不一样的灵感。但是我不会去看那种，就是他详细的记录自己一天吃多少，好像在炫耀，或是说展示说自己一天吃很少，或是怎样的分量。那尽管他没有很明显的展现，就是他所吃的分量，那支影片所吃的分量。但我觉得我过去被影响，是因为好像我看到别人吃那么少，我也要吃那么少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健康的，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需要的热量也不一样，我们每一天的活动量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不会再去看，就是也不会再记录那些，就是我一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。如果我有分享的话，大多就是食谱，然后我不会写出就是我到底吃了多少的分量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固定看这的话，我不会说一定要你闭门去看，但是我会建议说，可能可以仔细思考或是观察自己说，自己到底是有没有在比较那个影片跟你的生活、你的饮食习惯，在你观看过后，你的感觉是什么这样子，比较多可以用来反思的这样子。还有第二个是不再一定要在特定的时段吃某一餐。那这个其实是我跟着我从就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，应该是从就是青少年时期就一直跟着我，因为我之前是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在，例如说午餐要在12点吃，然后早餐要在7点吃或是8点吃这样子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好像对我自己进食的量，还有就是速度都有影响到。然后现在我会尽量就是听身体的声音，然后真的不饿不要逼自己吃。然后如果真的饿了，不管是几点，还是吃一点东西。然后当然有例外，当然你比较有限制的时间去吃，那我觉得至少要吃的比较是直觉性的，就是不要去觉得说我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吃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我其他的饮食的习惯。就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早餐没有在6点吃的话，我可能午餐就不会饿。那可是我午餐不会饿的话，我还是要吃。那我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影响我的身材或者怎样之类的？就是其实那还蛮复杂的。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，你应该比较能理解我在讲什么。我觉得我培养这个习惯之后，像现在有时候我早餐甚至到9点或10点才吃，尽管我现在早餐9点或10点才吃，我之后还是一样会肚子饿。然后尽管肚子不饿，那就是不要逼自己吃就好了，就变得是比较直觉性饮食的，而不是说好像活在一个监狱里，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。好，接下来第3个，这个有点难，有点复杂，但第3个主要是就是不再过多或是过少进食。那要怎么讲呢？简单来说就是不会再吃太饱，或是说吃太少。我现在就是已经有
感觉到说，我大概知道我自己饱的范围，就是我饱的程度。所以就是我现在吃东西吃到饱了，我就会停。然后这个习惯主要是有另外一个思考在影响，就是我知道说，不管我现在吃多少，我永远都还有食物吃，我永远都还有下一餐可以吃。然后比如说我吃一个巧克力，我不会说一定要吃很多，我会觉得说我吃了，我觉得满足了，那现在下一餐我还是可以吃，我不会剥夺或是限制我自己想吃的次数和分量。但是就是那个想法，那个思考说，我一直都还有可以吃的食物，我一直都还可以去吃某样食物，所以我不会去就是吃很多或是吃很少，对，所以就是主要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有饱足感，然后满足，这样子你也比较不会去进行不必要的就是 snacking，就是随意吃东西这样子。然后接着第4个是不逼自己运动。那这个点其实我在 All In 里面有提到，就是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在 All In 之间就改变了这个习惯，但现在即使我恢复月经了，我还是尽可能的把这个思考，就是把这个思想，就是把它灌输停留在我脑袋。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进食过多之后，就常常会做弥补性的运动。那还有弥补性的运动其实就是影响月经，还有荷尔蒙，然后还有你的心灵健康的一个点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尽可能的不要去思考我到底吃了多少，那我今天吃的不是我该吃的分量，因为吃进去了就是吃进去了。那我们好好的活在每一刻，而不要去思考说好像我们吃了什么有罪恶感，所以我们要去做弥补性的运动。然后接着是第5个，其实是我在all in 之后才慢慢发现的习惯改变，就是我不会再为就是即将来临的大餐而少吃这一餐。那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能理解，毕竟就是台湾有很多吃到饱的文化。但是我现在不管是有没有下一餐要吃到饱，或是说吃大餐，我还是会吃到我觉得满足的分量，因为我觉得吃到饱其实是一个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会为了吃那一餐而吃得过多，而导致就是你的消化可能会不好。所以现在我会尽可能的吃我一样满足的分量，不会饿的状态。然后如果下一餐大餐我一样是吃让我满足的状态，就是那个进食的起伏程度饱足感不会说因为这样子，因为大餐的影响，而是会变成说大餐有可能会吃的多一点点，没关系。那可能下一餐我会觉得说我可能比较饱，就比较不会吃那么多，或是说我还是一样饿，所以我还是会吃，不会因为这个大餐而影响我的生活习惯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可以一直在有规律的生活习惯，然后不会影响说我的消化太多的。那以上就是5个我这次想要分享的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。那因为这些我觉得对我的心灵健康，还有就是撇掉减肥文化有很大的帮助，尤其在 HA 里面，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希望有帮助到你们，或是有激起你任何的思考跟灵感，来去做不一样的改变。所以这次就是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如果你有特别想看的影片，就是有任何的话题你觉得想要听听看来讨论的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这次就先这样子，谢谢你们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 ，Namaste。HA 之后的一些生活习惯上ambulance. It's gonna take a while. There's levels to this life, and this one is